嗨，我是 Stella， 今天要带大家吃信义区 CP 值破表的海鲜粥。基隆路一段上遥望101后，一个华丽转身，看见光复南路421巷口的莱尔富。走进去会遇到一个交叉口，右边是龙兴宫，但今天呢，叫大家走左边会更快哦。接着遇到岔路后，右转光复市场，走1分钟就到啦。今天的主角艾里翁厨房。好好喝啊！辣吗？还好。我们刚刚吃了这么好吃的饭，我们是不是要感谢我们今天的老板娘？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访问，就是老板娘她的创业的过程，那看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特别的启发。那我们首先就从，老板娘是什么时候开始自行创业的我们其实，在年初之前，我一直在做手工料理，做那个冷冻宅配，但是因为是在家里做，所以被检举。对，原来在家里不能做吗？对，所以那个人报了惩罚局、都发局跟国税局、卫生局，但是我们卫生局来检查都合乎标准，对。但是在家里是不能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们就叫我们说，哦，那你赶快去开个店，我们辅导你们去开店。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赶快在1个月之内，赶快去找了一个店面做冷冻料理。一开始只是做冷冻料理跟外送的餐盒。对啊，因为我们都喜欢真材实料的东西，在经营3个月的时候，就是发现就是入不敷出，因为想要给客人的太多也太好，所以就决定就是说，那我们就设停损点，选男人跟工作一样很重要，没错。一旦觉得不对了，那我们就赶快停止。那时候就3个月，就赶快就说哦，那我们就不要再做，我们就决定来做海鲜粥。然后我们冷冻料理的海鲜粥卖得很好，很多客人都说到那个真材实料的东西很不简单。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可以来这个店面来做看那个海鲜粥。那所以一开始我们设定是说，这个店面是做中央厨房，对，所以我们没有装潢，
其实这一店我有稍微装潢的，也是70-80万以上，但是没有说那种要给客人内用，所以现在很多来吃海鲜粥的客人会觉得你的店面好狭小哦，什么都没有装潢，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本业是做中央厨房，所以我们就会想说现在做海鲜粥就是想要试试水温，对没有想到在开2个月之后，吃过的客人都会回来，都会觉得，我们真的是把食材就是没有像别人就是一点点就吃不饱，我们来我们这里就是一定吃饱。没错，对，像大家看到刚刚的画面就知道那个海鲜粥是多么的澎湃了吧，而且这真的是老板娘所说的就是真材实料，而且真的是没有很贵，因为我刚刚有拍菜单给各位嘛，你看这个价格，我想一般人都可以负担吧。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像刚刚你说这边的装潢就是要70-80万嘛，那我想知道就是一开始这样投入的这些资金呢，是拿自己的存款呢，还是去贷款，还是怎么样的？一开始是因为不知道这样讲好不好，因为我老公很栽培我，因为在小时候我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小孩子，没有父母的栽培，但是我老公他很去努力的说，看我的兴趣在哪里。我那时候在家里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去考了保姆证照，西餐丙级，还有中餐丙级，还有坐月子的。对，就是坐月子也有证照，就是你上他们的课程，就是因为我本来是要做保姆的。对，他们说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工作。对我老公就很支持我的想法，他觉得他每天下班，我都是把整桌的菜都是弄得漂漂亮亮的，等他回来吃。对，后来我就想说，跟我老公说，那我们还年轻，放手一搏，出来闯一闯，就是觉得人生不要去做后悔的事情。我觉得我现在很年轻，我还能去闯，我就尽量去做。对，所以一开始就是全家一起投入在这个事业上的。一开始是没有的。对，真的。一开始我老公，因为他是工程师，对他收入其实还不错。以前做健康餐的，我都是请员工，但是我喜欢真材实料的东西，想要亲手做。我摆摊，我需要每个出去都是要漂漂亮亮，对，很有要求的。对，所以员工都留不住，就是完美主义的部分。对，所以员工这样换。后来卖了海鲜粥，我老公跟我说可以陪我一起做。对，所以他就先请育婴亲子流行这样，就陪我一起做。后来他觉得跟我说，我们的海鲜粥是真的可以端上台面的。对，真的，你好会接。对，后来我就想说，我老公那么支持，那我们就更努力去做。像我们的木耳饮，我们的冷冻料理，对。像你看我们没有参加任何的粉啊，没有任何的那个化学的东西，真的都是真材实料这样出来的。对，超好喝的。对，里面我们每罐呢，我们都会有营养成分。对，我觉得现在的饮料太少有这样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喜欢去做一个真材实料，希望我们都是很划算。然后像刚刚我们拍照的时候，也有拍到这2罐木耳饮嘛。那我这边还要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拍到一个小碟的那个小鱼干辣椒算酱嘛，小鱼干辣椒酱。对，那这个呢，蒜味的我上次来吃过，我也觉得不错了，所以大家可以当做伴手礼一样买回去，尤其是现在年菜我觉得很适合，可以就搭配在大家喝酒的小菜里面。那再来就是，我刚刚听到你说你考了厨师的丙级证照，那这之前有相关经历吗？还是自己自学的？其实我小2年级就开始煮饭，我妈妈发生车祸，她没有办法，一只手没有办法动，所以她就对我很要求，她教我蒸蛋，没有蒸好的，没有蒸漂亮，我是被狂打狂揍的。国小2年级，我在妈妈10块，然后老板娘已经在做蒸蛋，而且做不好还会被打。对，所以在国小2年级，就是我妈妈非常的严厉，煮的东西就是要像外面厨师做的。对，所以我长大有没有，我就对吃的这种东西就特别的有那种灵感度。对。那我想问一下，因为转做这个海鲜粥嘛，那老板娘觉得自己的这个品牌上面竞争力在哪？我真的觉得做吃的没有什么，就是真材实料。
对，就跟这个不要白木耳一样。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就是实在，因为我们常常去站在客人角度去想，今天我花了100多块吃一碗粥，我会觉得实在吗？我会觉得我吃得饱吗？所以我们常常站在客人的角度去想，去研发去做，对，会像我们那个桂圆，我们才卖69块，这个才69块哦。对，这个桃胶玫瑰，我们是用那个欧洲的玫瑰，而且没有添加那个化学的香剂，所以是原色是这个颜色。是哦。对，这个才100块。对，外面我觉得超便宜的啊，随便一杯饮料，知道大家有看到那种随便一杯手摇饮要120的吧？这个就是料这么丰富，才100块。对，你看，真的，你可以这样看，后面都是那个玫瑰跟桃胶，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的颜色。像那个里面很多桂圆，我们没有装潢，对啊，没有很宽敞的座位，但是每个客人吃过就会帮我们介绍客人，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对啊，大家可以看哦，就是爱理用厨房上面呢 ，Google 的评价现在目前是100多折啦，然后都是5星哦，我觉得超级难得吧？你看，你才开业2-3个月，没有买广告，也没有做任何促销活动，有这样的成绩很不得了吧？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老板娘，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